嗨，大家好，这里是你最喜欢的中文博主 Lilian。又很久不见了，因为这个月不是在过中国新年嘛，所以就没什么动力录视频。那年快过完了，正常的上班时间的话，已经开始上班了，大家都一般是初八嘛，因为从初一或者除夕那一天就一直放到初七这样子。初八就开始上班，还是初七开始上班，我也不太确定。但是一般就放1个星期嘛。中国新年的话，但是呢，其实认真来说的话，整个新年一直到正月15才是算是真正的一个结束。正月15呢，我们的元宵节嘛，过了元宵节之后才算是一个真正的我们中国新年的一个结束，这样子。但是牛马们还是要正常上班的，对不对？我今天很久也没跟大家聊天了，就来跟大家随便的聊2句吧。因为最近不是忘记跟你们说了，我发上一个视频的时候，其实是正在肠胃炎，病了大概有半个月2个星期。我从2月初，其实1月底的时候肚子就很不舒服了，但是就一直到2月头才开始发作，这样子一直就搞了，又打针啥的，一直就搞了2个星期，差不多快过年的时候才稍微好那么一点点，不用去打针了。所以也算是在休养吧。上一个视频录的时候，我就已经是非常不舒服了。就录完了之后的第2天，我就跑医院去打针了。没办法，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身体健康，知道吗？身体是最重要的，其他什么都另外说好吗？身体是最重要的。对，那今天呢，就跟大家来一个简单一点的闲聊，好不好？因为我总觉得好像日子过得也挺平淡的。虽然我每一次都是说着就好多废话跟大家聊，但是实际上我是觉得日子每一天过得平淡啊，就差不多嘛，都这样子，除非是去玩去旅游的时候比较多新鲜的东西可以跟大家聊。对了，3月份很快就来了，万物复苏嘛，那很多地方3月份有很多。我觉得就很多节日都是在每年的上半年就会集中特别多的节日，假期不另外算，我说是节日，比如说一些少数民族啊，白族的3月3啊，还有傣族的泼水节啊，还有那什么族摸黑节，因为我们经常去云南比较多嘛，旅游就摸清了他们的一些比较盛大一点、比较多人参与的一些节日。我想说，要不要今年去过一下他们的泼水节？泼水节在版纳，西双版纳，而且版纳我也还没有去过。我觉得版纳其实可能跟泰国挺像，因为版纳那边是傣族嘛，饮食习惯啊、气候什么的，我觉得应该特别相似。我个人其实也比较喜欢泰国这个地方，我经常会喜欢去玩，吃的也很合我口味。因为我个人的口味是酸甜口嘛，我特别喜欢吃酸的东西。那他们那边傣族就是酸不是酸甜的，可能是酸辣，辣我可能不太行。我是十足的一个广东人，辣我真的受不了，吃不了太辣的。不是我不喜欢吃是因为我这个消化道特别脆弱，就特别容易受到刺激。就比如我上次肠胃炎，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吃了一些刺激性的东西太多了，什么蒜子还有辣椒还没有等我的肠胃都完全恢复，一层一层这样叠上去，导致我的胃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就胃炎这样子。所以吃的方面还是要看看，但是我真的很喜欢吃泰国菜。好吃，真的好吃，我喜欢吃，而且他们的生腌那些也特别的香，主要是他们的沾水就特别好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特别好吃。说着，不过好彩我刚刚吃完晚饭，我跟你们说，我一般吃饱了，
我就是那种什么东西都不会再吃的人。我看见网络上有些人说，瘦子和胖子的一个很显著的区别就是，瘦子吃饱了就会停嘴，不再吃任何东西。胖子呢，吃完一件东西之后，他还有另外一个胃去吃另外一个东西。什么甜品胃有甜品胃吃饭的胃有吃饭的胃，糖水有糖水的胃，还有什么胃啊？零食有零食的胃，还有水果胃。无论怎么样，都还有空间，肚子都还有空间去继续吃东西。我有问过其他这种有不同胃的这些人，他们说饱了呀，但是想吃啊，就还吃得下啊。这个是我完全不能理解的一件事情，真的，我是完全不能理解。因为我个人我就一个胃，我吃饱了，那我就吃饱了，吃饱了就什么东西都吃不下了呀。吃饱了就是什么东西都吃不下，为什么还能吃得下呢？这个真的是一个我很大很大的疑问啊。因为我吃饱了，真的吃饱了，再吃就要吐了的那种了，真的是吃不下。这个真的是我一直以来一个很大的疑问，完全 get 不到那种有很多个胃的这种观点。对，刚才说到什么啊？扯开话题我就忘记了。Anyway，对，这个新年我觉得，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新年我觉得每一年的年味儿，就新年的气息好像每一年的新年气息好像一年比一年都更加的不明显，就越来越没有年味儿了。我们口语越来越没有年味儿了，就街上也没有张灯结彩的，也那些店铺，可能因为店铺都倒闭了吧，可能真的是环境真的差吧，就很多地方都倒闭了。以前年味特别浓厚的时候，街上的那些店铺大大小小的全部都在播新年歌，什么恭喜恭喜恭喜你啊这种，什么新年好这种各种的这种新年的歌曲，大街小巷都在播。还有张灯结彩的挂灯笼啊、对联啊，就很有氛围，很有过年的氛围。但是不单只是今年特别没有这个氛围，就感觉一下子就年就到了啊，一下子那个年就过了，好像完全没有什么感觉，这个年就过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每一年，不知道明年会不会更加的冷清，就觉得还是因为这个年纪了。我觉得应该不是年纪的问题，我觉得年味儿没有以前那么浓厚了。对，我觉得不是一件好事儿，因为过年嘛，是中国人最大的节日。为什么现在连过年都没有氛围了呢？虽然我自己本身也不太过年，但是那个氛围还是喜欢的，很热闹，很喜庆，很喜庆洋洋的。不知道为啥。我们这边市区不能放烟花爆竹嘛，氛围又少了一点。对，不能放烟花。见到你拿着，警察叔叔都会去抓，没收你的作案工具。我朋友他不是从法国回来吗？他想试一下。我们中国有一个烟花叫特别长，像个加农炮，超级大桶的，点燃了之后就是像拿着一根巨大的火箭筒来发射。他这次回来他买了，他想试一下，谁知道因为市区不能放而已嘛，你可以去郊区放。他准备是去郊区放的，但是他家在市区。他在他家拿那个烟花加农炮的时候，被警察叔叔看见了，警察叔叔就把他没收了。太惨了，他都说自己太倒霉了。就刚刚从他车的后尾箱拿出加农炮的时候，加农炮烟花的时候，那个警察叔叔刚好就在他身后走过来，我都笑死了。他说的时候，怎么能这么倒霉？对，吃了很多的烧烤。我们过年，因为我家这边靠海嘛，我们吃了很多的烧烤啊，海鲜烧烤啊，吃牛肉烧烤啊，各种烧烤。过年嘛，我觉得，而且宵夜嘛，肯定要吃烧烤啊。而且我也很喜欢吃烧烤啊。好吃啊！大家有没有吃过中国的烧烤？当然每个地区有不同口味的烧烤，但是我就喜欢广东的烧烤。广东的烧烤更加湿润一点，他们
北方的一些烧烤特别干，我真的不喜欢，很干都嚼不动啊，完全就嚼不动啊，为什么啊？哎，可能就口味的问题吧。我个人的话，我就喜欢湿润一点的那种口感。欢迎大家来广东吃烧烤，真的特别好吃。好吧，我还干了什么？其实没干什么。我之前不是跟大家说我们家亲戚关系非常疏远嘛，又不走亲戚，所以在家里跟大家一起吃饭，这样子咯。对，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就一家人团聚嘛。大家都说广东人啊，广西还有海南这3个省份是全国观看春晚。我们中央电视台每一年春节一定会有的春节联欢晚会叫春晚。我们这3个省份呢，是全国观看春晚收视率最低的3个省份。但是我们家还是看，但是一般我开着是当做背景音乐来听的，没有真的很认真的去看这个春晚，只是说热闹一点这样子而已。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一点，我看今年的话，他请了很多香港港澳台的明星们来参加节目，来唱歌啊、表演什么的。去年好像也有，但是今年多了特别多。这几年请了很多港澳台的，可能我就感觉亲切啊，广东人嘛，相对亲切一点。但是以前春晚说的所有的梗、所有的笑话、所有的一些幽默啊，你需要懂的一些特定的文化的东西，广东人是听不懂的，就大多数都是北方人才懂的一些梗，广东人听不懂啊，那不好看。好像比如说北方人会听脱口秀，母语是普通话的人的话，他是听脱口秀。那我们广东的话，我们是栋笃笑、栋笃笑这样子，就是粤语的脱口秀嘛。那很多梗是我们讲粤语的人才听得懂的，那北方人听不懂嘛，那么他们就觉得不好看，但是我们就笑到肚子都要爆炸那种。就这种对比嘛。我们看春晚的是呢，因为完全没有办法共情他们说的那些梗，就不好看。比如说包饺子，以前嘛，现在可能好一点。以前呢，就大团圆的话，我们一起来包饺子。可是广东人不吃饺子，不包饺子，我们过年不干这些东西。所以这种文化的差异会导致我们两广地区还有海南，就这3个省份对于春晚的一个归属感还有这种就不是特别强烈，就可有可无。我不是在家的话，我也不会特意打开春晚。就有些人他是会特意守着春晚去看，可能广东人就可有可无，看不看无所谓那种，这样子。好吧，春节一下子就过啦，真的一下子就过了，1个星期躺着很快就过去了。我感觉大家可能如果过你们的最重要的一个节日的时候，可能也会有这种感觉，好像放假就过节的日子过得特别的快，是不是？Anyway， 好，那今天就是今天的这个闲聊了，没有说什么很深刻的东西，因为好像过年也没有什么好深刻的东西要讲。但是2月份这个新年一个放松的假期过去了，接下来我尽量腹泻式更新吧。腹泻式，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梗？腹泻式更新，就像拉肚子一样，拼命的拉，不停的发布新的视频。I hope so， 我希望可以做到，因为我太懒了。因为我跟你们讲，就要 set 好我录视频的一个东西，不麻烦，一点都不麻烦，就是只要把我的支架，就是这个手机的这个支架给弄起来就好了。但是我就是特别不想动，就是一动起来我就可以马上把所有东西都弄好，但是就是那个第一步我永远不愿意去踏出，你知道吗？我永远不愿意做那第一步。第一步不做了，后面永远都完不成，就是这种性格很讨厌。我也觉得，好吧，我希望接下来的3月份，或者接下来的几天，接下来3月份吧，我可以加油腹泻式更新。希望大家还有继续关注我的频道，大家还继续喜欢看我的视频，谢谢你们。拜拜。